2011年10月20日，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穆阿迈尔·卡扎菲被利比亚民兵从下水道拖出后折磨致死，一代枭雄最终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可令人奇怪的是，卡扎菲死后，那些曾受他庇护的老百姓非但没有一丝悲戚，反而奔走相告，庆祝独裁者被杀。然而12年过去了，那些曾经欢呼的人群现在又开始怀念起了这位独裁者的好。人心之多便尽之于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1942年，穆阿迈尔·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阿布哈迪的游牧部落家庭。卡扎菲的部落地处干旱的沙漠地带边缘，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平日里只能靠放羊和给人提供骆驼运输服务。穷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在这种部落制社会，阶级永远都不会流动，穷人的孩子生生世世都是穷人。可卡扎菲相比于其他同龄人，最幸运的一点在于他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卡扎菲的父母相比于同部落的其他人简直就是异类，在部落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教育为何物时，他们就已经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为了培养卡扎菲这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不惜砸锅卖铁都要供他上学读书。老卡家后来能实现阶级跃迁，离不开这次破釜沉舟的投资。当然，卡扎菲也很给力，在成年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班加西大学军事学院。在读大学期间，卡扎菲深受当时风靡中东的纳赛尔主义的影响，立志要驱逐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阿拉伯民族国家。日后卡扎菲许多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神奇做法，追根溯源其实都是这个原因。1965年，卡扎菲进入军队服役，然而从参军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萌生出了反叛之心。当时统治利比亚的是一个叫伊德里斯的王朝，对于这个王朝，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是个比大清还大清的国家。当时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已经腐败无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王朝统治者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国家坐拥海量石油资源，老百姓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卖油所得的利润都落入了美国石油集团跟王室的手上。这种腐朽王朝当时在中东比比皆是，也是纳赛尔主义者们立志要推翻的对象。卡扎菲进入军队的第一天就开始暗中策划革命大业，他效仿叙利亚的老阿萨德，聚拢了一批同样对伊德里斯王朝不满的年轻军官，建立了效忠自己的自由军官团，然后又通过这批人在军中发展自己的同盟者。到了1969年，卡扎菲的自由军官团已经由刚开始的12人发展到了600人。当年3月21日，自觉羽翼丰满的卡扎菲决定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但很不巧，那天革命圣地埃及为了给巴勒斯坦筹措资金，派了一个著名女歌手来利比亚巡回演唱。按规定那天朝廷的高官要员全都要去捧场，按理说这可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呀。可作为纳赛尔的忠实迷弟，卡扎菲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种时候发动政变，只好把日期往后推迟了3天。结果3天后又传来了国王巡视天下，各地州府加强警戒的消息。卡扎菲只好咬咬牙继续往后推，结果这推来推去一直推到8月份。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朝廷那边已经得知有人谋反，正欲着手彻查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卡扎菲只能先下手为强了。9月1日，卡扎菲决定发动政变，可这个政变过程却让人很无厘头。现代社会的政变无外乎就是争夺以下几处要地：电台、政府和军队。控制军队一般指的是首都卫戍部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这个好理解。但国家军队绝不止于首府的卫戍部队，所以还必须要控制政府，这是为了截断政令输出，防止敌人调地方部队勤王。至于控制电台，则是安抚国内各阶级和地方郡县长官，中央这边已经被搞定，天下已安诸神归位。可这3项中的2项，卡扎菲全都做得一塌糊涂。首先是他派去接管军队的助手居然错过了班机，不仅如此，这哥们还把政变文件落在了出租车上。更过分的是，去接管军营的部队人均子弹不足2发。然后就是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的卡扎菲自己也出了状况，他居然在半路上跟队伍走丢了。所幸非洲大区的匹配机制足够优秀，首都军营那边看到有人政变，一枪没发就被接管了。另一边卡扎菲在跟大部队走散后，一个人带着轻机枪轻而易举接管了国家电台。
最过分的是政府那边，留守首都的太子爷听到枪声直接就跑了，你好歹看看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再跑呀。原先还想抵抗的御林军见人家都不心疼自己的江山，我们还拼什么，索性就降了吧。就这样，卡扎菲的9月革命在同情的衬托下完满收官。上位之初，卡扎菲先是积极抱埃及的大腿，哭着喊着要将两国合并，但纳赛尔考虑到时机不成熟，拒绝了这一提议。虽然如此，这个举动也让他成功傍上当时风头正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大腿。有了外援，卡扎菲才有底气在内政上动刀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卡扎菲就是个无能之辈，利比亚这么多的石油资源，有他没他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卡扎菲时代百姓的生活水平与他关系不大。其实这话就真的有点昧良心了。没有卡扎菲，利比亚的百姓绝过不上当初那种冠绝整个北非的好日子。因为利比亚赖以生存的石油是被控制在英美石油公司手里的，国家每年的石油产出再多也与老百姓无关。是卡扎菲上台后驱逐了西方石油集团，才为利比亚人民抢回了本属于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正是有了这笔石油收入，利比亚老百姓享受到了仅次于海湾国家的福利。比如说卡扎菲统治期间，为了鼓励结婚生育，政府会为每一个新婚家庭购置首套住房，结婚所需的费用也由政府来包办，怀孕的妇女还可以得到$5000的补贴。不仅如此，在教育方面，卡扎菲也是重拳出击，免费教育只是基础，如果你有意愿出国进修校，政府还会为你支付学费跟食宿费。卡扎菲统治前，利比亚文盲率高达75%，到他垮台前，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7%。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卡扎菲统治期间贪污腐败、任人唯亲、骄奢无度的事实。可无论怎么说，卡扎菲在分食国家这块蛋糕的时候，好歹也给老百姓分了一块肉吧。以独裁者的标准而言，卡扎菲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已经是中等偏上的治理水平了。如果卡扎菲的作为仅仅止步于此，那么就算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狂妄点、非主流一点，其实也没有大碍。在笔者看来，卡扎菲最大的毛病不是他独裁，也不是他无厘头，而是他的野心。我们前面说过，卡扎菲这个人脱胎于纳赛尔主义，驱逐列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是这个群体的终极愿望。然而这样的愿望与霸权主义国家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当年纳赛尔何等英雄，可也架不住外有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内有海湾王室带路党的明枪暗箭，最后只能含恨而终。纳赛尔死后，他的继承者萨达特彻底死了称雄中东的心思，从此退出争霸行列，偏安一隅。曾经的小弟老阿萨德和萨达姆也心灰意冷，蜕变成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裁者。倒是这个卡扎菲数十年如一日，攥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不放手。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卡扎菲那么多疯狂作死的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想要接替埃及，扛起抗击列强、统一阿拉伯的大旗呀！人家不仅是嘴上喊喊，而且还是这么干的。就拿美国来说，这可是卡扎菲最大的苦主。这老哥一上台就关闭美国军事基地，收回石油产权。美国忌惮当时如日中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没把他怎么着。可卡扎菲却一点也不消停。1980年的时候，竟主动挑衅，炮击美国军舰，用这种行为宣示自己跟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这把里根气的，差点就想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帝国主义的铁拳了。最后还是忌惮他背后的苏联，才忍下这口气。不仅仅是美国，就连万里之外跟卡扎菲没有什么深仇大怨的英国，都曾经吃过卡扎菲的瓜烙。上世纪70至80年代，英国跟统治下的爱尔兰地区爆发动乱，英军跟爱尔兰共和军爆发了长年累月的军事冲突。在这过程中，卡扎菲就光明正大地向爱尔兰共和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资金支持。英国人民气不过，跑到利比亚驻英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大骂卡扎菲。可卡扎菲的反应更绝，他直接让大使馆的卫兵开枪还击。面对英国政府的严厉抗议，卡扎菲直接选择无视。除了英美之外，卡扎菲还狠狠地得罪了法国人。卡扎菲这种人是典型的国小而不储卑，力少而不畏强。他除了想要当阿拉伯世界的旗手之外，还想当非洲的万王之王。为此不惜频繁干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非洲国家之间的纷争。比如说当年坦桑尼亚跟乌干达之间的内战，他就横插了一脚，
结果被东非解放军给揍得满地找牙。按理说到了这个地步，怎么也该知道自己跟武昌之间的差距了吧？可奈何卡扎菲偏偏执迷不悟，依旧我行我素地支持西非国家的反法斗争。那西非可是法国人的痉挛啊，人家现在能过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好日子，全靠非洲殖民地输血呢。你这不是断人生路吗？可卡扎菲表示，这才哪跟哪呀，我还要搞黄金蒂纳尔取代法国人的非洲法郎呢。这个提议一出，直接把法国人给惹毛了。要知道，法国吸血非洲最大的那根吸管就是货币呀，你这块赶上刨人家的祖坟了。也难怪日后利比亚战争的时候，法国人会一马当先，打得那么凶狠。卡扎菲拿英法美3国刷声望，也算是情有可原。可他连中俄这种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国家，也当成列强一起炮轰，就说不过去了。冷战期间，苏联是利比亚最大的保护伞，结果苏联刚垮，卡扎菲就翻脸不认人了。以前借的46亿军事援助不还不说，还暗中资助车臣恐怖分子从事分裂活动，只因为对方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至于中国，那更是无故躺枪。1982年卡扎菲访华时，各种傲慢无礼不说，还公开威胁邓公出售核武器技术，不卖就跟台湾建交。在遭到拒绝后，又在非洲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这一番神操作下来之后，直接把唯二能救他小命的朋友全都推到对立面去了。当然，得罪武常其实并不一定就会死。卡扎菲跟武常的恩怨，少说也有几十年了，以武常的实力，为什么还能让他活到2011年？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那个梦想。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就不会有2011年那次阿拉伯之春。这次颜色革命波及的地方，跟当年纳赛尔反阿拉伯主义的势力范围几乎是像素级别重合。这绝不是巧合，老美就是专门冲着卡扎菲去的。卡扎菲各种行为虽然极度作死，但也并非全然无效的。经过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炒作，自纳赛尔之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泛阿拉伯主义再次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当年纳赛尔为什么受人尊敬？那是因为他收回了苏伊士运河，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呀。再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看卡扎菲，尤其是2009年联合国那番表演，说出了多少阿拉伯国家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呀。在我们看来他是疯子，可阿拉伯人未必这么看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非要搞死他的原因。阿拉伯之春中，其他国家美国只是扶持严格分子就能轻松颠覆政权，可只有利比亚是北约亲自出手伺候，这也变相的证明了卡扎菲是一众阿拉伯之春受害者中最强的一个，光靠严格还真动不了他。总的来说，卡扎菲的理想是可敬的，错就错在他没有支撑起这个理想的实力，反而连累自己的国民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利比亚的局势四分五裂，英美法俄土扶植的代理人混战不休，这种靠背后有干爹支撑的军阀势力，就算再次统一，也不过是第二个伊德里斯王朝罢了。老百姓怕是再也回不到卡扎菲时代了，所以利比亚人民才会怀念他吧。